假如有一纸协议能让台湾海峡从此风平浪静，相信许多人都会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如今两岸要签署一份和平协议，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那么，如果和平的道路已经走不通，未来等待两岸的会不会就是一次终极的武力对决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把时间拉回到70多年前，看看历史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故事还要从1949年说起。那一年，中国内战尘埃落定，曾经的对手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执掌起了海峡两岸。台湾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管辖，大陆则成立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虽然停火分治，但彼此谁也不承认谁。蒋介石一心还想反攻大陆，而毛泽东也扬言要解放台湾。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两岸关系基本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甚至时不时就在台湾海峡擦枪走火。比如1958年的金门炮战，大陆隔着海峡猛台湾控制的金门岛，炸得天昏地暗。那段时期，两岸之间不光没有任何谈判，连通电话写信都不被允许，可以说是老死不相往来。转折开始出现在1970年代末，这时候大陆的领导人换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对台政策从强硬转为怀柔，抛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事实上，从1979年元旦起，北京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外岛的炮击，主动释放善意，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也提出了一系列对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被称作叶9条方案，其中允诺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高度自治，军队照常保留，生活方式不变等等，听起来诚意十足。然而，当时台湾方面无意理睬北京的提议，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主政台湾，他延续了父亲对共产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丝毫没有坐下来谈判的打算。直到1987年，台湾才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戒严状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人民久别重逢，民间交流的暖意开始出现，但政府层面的政治对话依旧没谱。时间来到1990年代，两岸之间终于出现了破冰的迹象。1991年，台湾政府正式终止了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等于放弃了反攻复国的幻想，也象征着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统治事实。隔年，也就是1992年，两岸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这两个半官方机构进行沟通，达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92共识”。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对这个中国定义不同，但至少为日后谈判建立了基础。紧接着1993年4月，历史性的一幕出现了。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会晤，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两岸谈判，史称汪辜会谈。双方谈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等多项议题，并在友好的气氛中签署了几项协议。这可是近40年来两岸首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话，许多人因此对未来更加期待，觉得和平统一也许不再只是梦想。然而好景不长，汪辜会谈后没2年，两岸关系就急转直下。1995年时，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打破了台湾领导人多年不得入境美国的外交禁忌。此举惹恼了北京，北京方面认为李登辉在搞分裂活动，于是取消了原定1996年的汪辜2次会谈，并且在1995年下半年至1996年初对台湾接连试射导弹，企图警告台湾选民不要支持主张本土化的李登辉。那一年，台湾正准备举行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北京的导弹危机把台海局势推到了战争边缘，美国更派出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驶进台湾附近海域以示警戒，但结果适得其反，台湾民众不吃这一套，李登辉反而以高票赢得了1996年总统大选。经历过这场导弹危机后，台湾社会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很多人更加认定台湾不是北京的附属，自己的领导人要自己选。李登辉在96年连任后，对两岸定位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1999年，他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直接把台湾定位为与大陆对等的国家。这番言论使得北京大为光火，认为李登辉彻底撕毁了先前的共识。从此之后，两岸高层对话全面中断，和平统一的前景更加暗淡。果不其然，接下来的2000年，台湾执政党轮替，主张台湾独立的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北京对这位新总统极度不信任，生怕他会搞法理台独。陈水扁上台后，虽然提出4不1没有的承诺，即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路线、不推动统独公投以及不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暂时稳住了局势，但他拒不承认9·2共识，让两岸缺乏共同政治基础。此后8年，两岸官方几乎零交流。北京则一方面对陈水扁的台独倾向频频警告，另一方面加紧军事准备，甚至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国家法律形式明确宣示如台湾走向独立。北京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可以说，21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和平协商完全没有空间。台海一度被认为是全球最危险的火药库之一。时间转到2008年，台湾政坛再度变天，重回国民党执政，由主张缓和两岸关系的马英九担任总统。马英九上任后，接受了9·2共识作为两岸互动的基础，两岸官方联系得以恢复，一系列交流合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从直航班机开通，大批陆客赴台观光，到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建立定期的两岸协商机制，两岸关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种气氛下，一些人开始憧憬更进一步的和平协议。马英九其实曾在竞选时和第一任期内多次提到两岸应该签署和平协议来结束敌对状态。他还表示签协议前会征求民意，甚至举行公投，以确保台湾民众能够接受。然而，这个构想当时依然充满争议，许多台湾人担心和平协议只是统一的包装，一旦签下就回不去了，因此舆论反应相当谨慎。马英九最终并未在任内推动签署和平协议，他更多着重于经贸往来，让两岸关系维持稳定现状。然而，就在两岸交流如火如荼的同时，台湾内部也出现了对这股热潮的反弹。2014年，台湾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太阳花学运，大批年轻学生占领立法院，抗议与大陆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担心经济过度依赖北京会威胁台湾民主。这场运动凸显了台湾年轻世代对于两岸关系的疑虑和身份认同的转变。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对中国认同越来越淡薄，对所谓统一也更加排斥。这股民意的变化为日后两岸关系再度转折埋下了伏笔。果然，2016年的大选中，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并接掌政权。蔡英文拒绝接受9·2共识的政治前提，导致两岸官方沟通渠道再次中断。北京对此相当恼火，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施压，包括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接连挖走台湾仅存的几个邦交国，以及在军事上加大对台威吓。蔡英文执政的这几年里，大陆军机频频绕台演训，甚至多次逾越海峡中线。2019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也明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一年，台湾执政党则修改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幅提高未来与大陆签署政治协议的门槛。这一点我们稍后还会详谈。2020年，蔡英文在总统连任选举中以创纪录的高票胜出，部分原因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让台湾人民更加珍惜自身的民主自由，也更加不信任北京的统一承诺。随着蔡英文成功连任，北京对台施压和军事恫吓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21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几乎成了常态，一天之内数十架刺扰台的新闻也不稀奇。2022年8月，为回应美国高层议员访台，北京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大规模实弹军演，导弹飞越台湾上空，落入附近海域，一度让人以为战争阴云就要真的降临。尽管这次危机并未演变成真枪实弹的冲突，但也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台海局势已经紧张到如此地步，和平协议的影子却越来越远。总的来说，从1949年两岸分治开始至今，
历经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和博弈，双方虽偶有坐下来对话的时候，但始终没能签下一纸真正的和平协议。历史给过机会，可每次不是因为理念分歧无疾而终，就是受到突发事件干扰。而眼下台湾民意的变化和制度上的掣肘，更让和平协议成为了几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顾至今，台湾社会的民意变迁已经成为左右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简单说，如今在台湾，多数民众对于统一这件态度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了。1990年代，台湾社会刚从威权统治转型为民主，不少人还保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许多中老年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总有一天要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本土民主意识抬头，特别是经历1996年总统直选、2000年政党轮替这些重大时刻后，台湾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每年的民调数据都显示出一个趋势，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人越来越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越来越少。1990年代初，只有不到20%的台湾民众以台湾人为主要身份认同，而如今这个比例已经高达6-7成以上。同时，公开表示希望统一的人比例则是一降再降，如今仅剩不到1成。相反，倾向现状甚至追求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台湾人已经无法想象接受与中国大陆统一，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不行。台湾年轻世代的想法就更不用说了。对于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从出生起看到的就是一个自治的台湾，在民主社会里自由长大，从未亲身经历过所谓中国统一是怎样的滋味。对他们来说，台湾就是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陌生的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统一抱持着强烈的怀疑甚至抗拒态度。近年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失败，以及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问题，更让台湾年轻人认定与北京当局统一只会带来灾难。他们宁愿维持现状，甚至将来有条件时追求法理独立，也不愿沦为下一个香港。在这样的民意环境下，任何台湾的政治领导人都不敢贸然推进统一议程。毕竟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政客要是不听选民的，选票就会教他们做人。主流民意已经非常清楚，大家要和平，要民主，要自主人权，但就是不要被中国大陆统一。比如2019年前后，在野的国民党内有人抛出和平协议的议题，试图以此吸引倾向统一的选民支持，没想到却遭到更多民众的疑虑和反对，认为这是在出卖台湾主权。结果不但讨不到便宜，反而还吓跑了中间选民。对执政者而言，别说去签和平协议，就算只是表现出一点亲中的倾向，都可能面临舆论风暴乃至选票流失。更何况台湾还有完善的法律机制来约束政府，不得轻率行事。接下来就说说为何台湾在制度层面上几乎已经堵死了和平协议的路。2019年，台湾立法院高票通过修法，大幅提高了未来两岸签署政治协议的门槛。简单来说，现在若想签和平协议，至少得过3道关卡。首先，谈判前必须得到立法院绝对多数同意授权才能启动谈判。其次，谈成的协议文本必须再经过立法院绝对多数表决通过，最后还得交由全民公投批准。只有满足了这3关，和平协议才能真正签署生效。这可不是一般的多数决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朝野高度共识、全民压倒性支持才办得到的事。如此严苛的标准，几乎等于给和平协议上了3道锁。当年推动修法的用意也很直接，就是要任何人背着民意和北京私下达成政治协议。既然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那就用法律确保没人能逾越民意去签协议。可想而知，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和平协议几乎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有朝一日台湾民意出现戏剧性转变，大多数人都改变立场，否则无论哪一党执政，想签协议都很难闯过这些关卡。对于北京来说，上述这一切无疑是重重打击。一直以来，中共官方口头上强调的都是希望和平统一，声称愿意尽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如今他们看到，
台湾无论是民意趋势还是法律框架，都已经把和平统一的路堵得死死的。那北京会怎么想？简单，和平统一无望，只剩武力意图了。事实上，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拒绝9·2共识开始，北京就日益悲观地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快速下降。尤其2019年之后，香港的局势和台湾的选举结果让中共高层认清台湾民心已变，再怎么惠台利诱也无济于事。习近平在2019年的讲话中就强调，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透露出不想无限期拖延的心态。可以说，北京对台政策正逐渐从耐心等待转向筹备动武的选项。中共一直宣称祖国必须统一，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在他们眼中是中国内战遗留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途。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把台湾挂在嘴边，但谁也没能解决。这份历史压力如今落在了习近平肩上。对他来说，在任内完成国家统一，不但是民族使命，更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年北京在对台表态上的调门越来越高，动辄就强调不承诺放弃武力，把军事选项赤裸裸地摆上了桌面。外界许多分析也认为，北京正在为武统台湾设定某种时间表。2021年，美国印太司令部时任司令戴维森在国会听证时警告，中国可能会在未来6年内对台湾动武，也就是到2027年前后。这番话引发关注。戴维森窗口的说法不胫而走，所谓戴维森窗口，是指2027年前后，这个被许多人视为解放军可能犯台的高风险期。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把目光放得更远，认为未来5到10年，大约2030年至2035年才是解放军完成各项战争准备的关键阶段。一方面，习近平给解放军定下了2027年建军100年和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另一方面，拖到那个时候，如果和平统一依然毫无进展，北京势必面临战还是不战的抉择。总而言之，在中共眼里，时间并不站在自己这边，等得越久，台湾只会离心力越强。武力解决虽然风险极高，却可能变成不得不出的最后一招。这就引出了以战逼和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意思就是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逼迫对手接受和谈，甚至直接投降。从中共角度看，如果不能和平统一，那不如诉诸武力，以战争强迫台湾就范。他们或许会设想，通过迅猛的军事打击瘫痪台湾的防御，同时下阻外部干预，然后逼迫台湾当局在枪杆子底下坐上谈判桌，签下城下之盟，实现名义上的统一。这种先战后和的剧本听起来像几十年前的朝鲜停战谈判，但放在现代台海背景下，真能如愿吗？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北京对红线的判断以及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共公开的红线一直是台湾宣布法理独立，会有外部势力入驻。但即便台湾不正式宣读，如果北京认定和平统一已绝无可能，加上自身军力又有十足把握，他们也可能主动选择开战。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频繁演训，就是一种灰色地带的以战逼和，不真的开火，但让你日夜笼罩在战争阴影中，企图削弱台湾民心士气。如果有朝一日局势失控走向热战，北京很可能先采取快打战略，力争短时间内取得军事优势，再祭出政治条件，期待台湾内部出现主和派，逼政府交出筹码。当然，台湾社会是否会屈服是另一回事，美国等外部力量的介入也不可忽视。总之，随着北京对所谓统一最后期限的紧迫感增强，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似乎正在一步步逼近。谈到外部因素，美日等国在台海安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一边承认北京政权，一边通过台湾关系法持续支持台湾的防务。近年来，美国更是加强了对台军售和高层互访，多次强调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可以说，美国不愿看到两岸以武力解决，因为那将严重冲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信誉。日本同样高度关注台海局势，甚至明确表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因为台湾一旦生变，
日本本土安全和地区航运都会受到影响。因此，美日早已在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从军事演练到情报共享一应俱全。可以预见，如果解放军贸然对台动武，美国很难袖手旁观，日本等盟国也可能在后勤支援上出力。国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增强了台湾的信心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让北京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这种大国介入也意味着，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很可能迅速升级为一场牵动全球的大战。这也是当前局势诡谲紧张的重要原因。台海和平仅是两岸自己的事，更关系到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说了这么多，最后我们不禁要问，两岸和平还有出现奇迹的可能吗？在目前的情势下，似乎看不出什么曙光。和平协议签不成，军事对峙日日升级，两岸关系仿佛被困在一个进退维谷的死结里。当然，历史有时候会开玩笑，谁也无法完全排除某天出现转机的可能性。或许北京改变策略，放弃强硬，改为寻求新的共识；或许台湾内部产生新的政治组合，愿意对话却不触碰主权红线；又或许双方在国际斡旋下找暂时的中间状态，让紧绷的局势得到一丝缓和。但这些都只是美好的假设而已。眼下的现实是，两岸官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管道，民间交流也在敌意氛围中逐渐冷却，误解与仇恨正在累积。有人悲观地说，台海终究有一战，这几乎是写在剧本里的宿命结局。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巨大不幸。战争或和平，绝非小事一桩。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2300万人来说，和平意味着可以继续自由呼吸，而战争则将带来不可承受的伤痛。面对两岸当前的困局，我们唯有期盼理性终能战胜冲动，理想终能战胜宿命，定是会出现奇迹般的转环，让和平重新燃起希望，还是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真的碾出那场终极一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留待未来去揭晓了。